各位网友大家好，今天分享一期如何利用聪明杯去冲煮烘焙度比较深的豆子。上两期聪明杯冲煮咖啡的视频介绍聪明杯冲煮咖啡的特性，那就是咖啡的口感浓郁、醇厚、平衡。但是当我们拿到一包豆子烘焙度比较深的时候，而且又不想喝焦苦味那么重的咖啡，那么用聪明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今天就分享如何用聪明杯的特性去进行深烘焙咖啡豆子的冲煮方法。在冲煮之前，应该设计好冲煮方案。烘焙度比较深的咖啡豆，研磨颗粒需要比平时的要粗。平时我们一般使用中度烘焙的豆子做聪明杯的冲煮，都是用杯测的研磨。这一次调整就应该要比杯测研磨度要粗。至于粗到什么程度才合适呢？接下来我们再强光的观察一下咖啡粉的粗细程度。这个咖啡粉研磨出来的粗细程度应该是达到粗砂糖的研磨程度。如果大家不懂得粗砂糖是粗到什么程度，可以去商店购买一包粗砂糖回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在碟子内的咖啡粉能看到明显的颗粒状，细粉较少，这就是我冲泡深烘焙咖啡豆的研磨度。接下来同样按照聪明杯的操作步骤去冲刷滤纸，使用大量的热水彻底的把滤纸冲透，让滤纸充分的与杯壁结合，这样不会因为滤纸的空隙引起流速过快或者有气泡之类的问题。除了使用研磨度比较粗的咖啡粉，在水温方面也做了调整，就是较高的水分。没错，大概用到96度的水温。因为咖啡粉的研磨度越粗，那么它内在的物质释放也就越低，因此需要使用到较高的水温去进行浸泡，这就是高浓度低萃取的一个物理现象。接着把聪明杯放到电子秤上，先注入开水。今天我预计使用的是1:14的粉水比例，使用后投粉与搅拌的方法结合冲泡。200克的水放到聪明杯里面，然后投粉，用搅拌的方法让咖啡内的物质释放出来。搅拌的力度需要轻柔均匀，边闻着咖啡释放出来的气味，边缓缓搅拌。当闻到坚果黑巧的气味就可以停止，同时把聪明杯的盖子盖起来，静静等待大概5分钟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段也是让咖啡的浓度逐渐增强，但不会过多的释放不好的物质，例如含有烟熏味的内酯、带有苦感的梅纳丁等。浸泡咖啡时间可以按照每个人的口感需求去进行调整。如果5分钟出来的咖啡你感觉口感比较浓郁的话，那么你可以使用4分钟的时间去进行浸泡。如果感觉咖啡口感偏薄，也可以延长浸泡的时间。因为水溶解物质浓度物理特征，当浓度达到饱和的状态下，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，物质的浓度增加是缓慢或者是停止的。这也就是聪明杯利用浸泡功能缓慢释放咖啡物质的特点。时间到了以后，把聪明杯放到分享壶上面，通过打开止水阀门，让咖啡液回流到下壶。此时聪明杯滴滤的特点又展现出来了。当咖啡完全滴滤完后，我们可以先倒一些咖啡来进行尝试。咖啡的口感这个时候如果是感觉特别浓郁的，那么我们可以用 bypass 的手法，也就是添加适量的热水进行咖啡浓度稀释。这次使用的是15克的咖啡粉，用了
200克的水去进行浸泡萃取。咖啡出来的口感是有点偏浓郁的，但是它的烟熏焦苦的味道相对就减轻了很多，能明显喝到黑巧香料的风味。在感觉浓度有点高的情况下，我做了 bypass， 加入30克的热水去进行稀释。这个时候咖啡喝起来既有浓郁的口感，并没有焦苦的味道，让人感觉到咖啡的醇厚度、黑巧的甜感、微微的酸质。至于咖啡烘焙度太深出现的烟熏味、焦味已经变得很淡，烟熏味转化成为烟草的气味。这期视频所展示的意义就是咖啡的冲泡没有一个定性，在了解了咖啡特性运用手法调整冲泡，让咖啡的特性转变的方法。因此咖啡的冲煮方法可以是多变性的，也可以是多样性的。找到合适自己的咖啡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冲泡的方式。这一期的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欢迎大家分享传播，谢谢。